你知道吗？这大财啊，一般人发不了，所以我就说以后有机会我们讲发小财。我们这一次就讲如何发小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老丈杆子啊，活的岁数大，活过100岁。我这朋友也算一有钱的啊，每天奔来跑去的，天天忙活。这老丈杆子呢，就说他那天说了他这么一句话，他回来跟我念叨啊，他说那老爷子跟我说什么呢？说呢，大钱啊是命，小钱呢是正啊，就是说你发大财啊，那就是你有没有这命啊，跟你的本事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但你发小财就要靠自己的努力，是你挣来的。那我们这发小财呢，得有个定义，什么叫发小财呢？我们先说最下限。最下限的小财呢，是根据你个人自己的能力啊，你能够在单位时间内，比如你1个月或者1年或者3、5年啊，在单位时间内你得到的这个钱啊，比你去给别人打工，选择你的这个能力给别人打工的挣得多一些，这就叫发小财。比如说我自个儿的这个能力啊，我上单位应聘啊，我就能挣5、6千块钱。但我自个儿干呢，我做个事儿啊，我辛苦点归辛苦，但我1个月能挣个1万块钱，这基本上就能算一个发了个小财，这是小财啊，最基本的。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啊，付出的最少，得到的最多啊，每个人都是这么想，但是很难，因为你得到的越多，你风险增长的就越大，风险越大，你可能就是失去财产的机会就会增多，就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欲速则不达啊，就是你想非常快的发财，你可能连最基本的钱都挣不来。所以我告诉你们啊，尽管今天是号召全社会都创业，但是创业的成功率非常非常的低啊！所有的创业成功者都知道这个成功率低到什么程度。那么发小财呢，还有一个标准啊，我们除去这个最基本的标准，还有一个标准呢是今天啊经常有人说的叫财务自由。财务自由本身也有高线和低线啊。低线我们先说低线啊，目标不要定得太大，你想发小财，目标就不要定得太大。低线是什么呢？是你出去啊，你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出行买个东西，一般不太介意这个价钱。比如你到餐馆点菜啊，你注重左边比注重右边多，这基本上财务就有点自由了。我过去跟几个上市公司的老板聊过天，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说呢，说你这个啊成了富翁以后啊，发了大财，生活有什么改变吗？想了半天跟我说唯一的改变就是进餐馆啊点菜不再看右边，就是不再看价钱，只看想吃哪个菜，想吃就点，不再看这个价钱还是不是介意了。这就是财务自由的一个最低标准。最高标准是什么呢？其实最高标准我也没找着，按照网上说哈，你就有1亿元人民币了，这就算财务自由了。那我也见过有1亿元人民币很快就变得穷得要死的人，为什么呀？想得大，做得大，把钱投入了，最后这钱就没了啊。大钱，你一个人挣到了像样的钱以后哈，能让你钱丢掉的只有2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赌博，你有多少钱都可以输在赌场上。第2个途径就是投资，投资是另外一种赌博，其他你可能就花不掉。比如你找女朋友是吧？除非你给女朋友把你所有的钱都给了她，那是没辙。但一般的情况下，像这个都花不太多的钱。我们一般人啊，发小财的思路都会限于开店，对吧？我们开小商店嘛，发个小财啊。但是这是一种传统意义的这个生活方式啊，也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朴素想法。那今天我们在国内啊，创业的人呢，其实都不想发小财，都想发大财。它跟国外不一样啊。你比如你到欧洲去啊，
你到日本去，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那个小店一开几百年，几十年都不算什么，不扩张，不加桌椅。你到日本去看，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比如日本有那种居酒屋，居酒屋我们进去的时候一看，哎呦，好拥挤啊，就没有地方坐。然后有人给你介绍说，这张桌子当年川端康成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这儿。哎呦，你顿时就对那居酒屋肃然起敬。可那屋子里能坐下的地方不超过20个地方。我到日本去去吃那种街头小馆，我最喜欢吃那种街头小馆，非常小的面积，有时候进去就是个10几20平米，2、3张桌子，老太太坐了几代人。台湾就很受这个影响。我前些日子去台湾去这个高雄，一下飞机，朋友就来接，说我请你吃顿饭，说咱不去大地儿，大地儿你都去多了带你上一个小馆子。一进去，这人跟我岁数同岁进门就给我介绍说，这家店我17岁，上大学那年就在这儿吃饭，几乎天天吃，是我们家食堂，吃了多少年呢？40多年。人家这个小餐馆没有扩张，当年是什么样，今天就是什么样，做了2代人。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吃上一代人做的饭菜，岁数大了就吃同代人做的饭菜。结果夫妻俩跟我聊天的时候说，现在子女不愿意干这行，所以呢，他们能做到哪天就算哪天，最后这个小店就会关掉。所以他很安贫就安于现状，就是你本身好像能发一大财，有机会，当时生意好的时候天天都订不上座他为什么不扩张呢？就是他安于这个状态。那我们今天说这不行，这个对我们这想发财的人说，你们这套我根本就不，我一听都不想听。我这一辈子让我开一餐馆，我也挣不着什么大钱，我不想受这累，我也不想挣这小钱我想发个财。那么发小财呢，我现在开始教你给你讲各种故事。你要听思路，听故事是没有用的，你要听思路。听明白思路，你可能就抓住了发小财的机会。先讲一事儿好多年前我20多岁，不到30岁的时候，碰见过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比一般人有钱。我年轻的时候，20、30岁的时候那时候工资都不需要问，就是你什么岁数对应的就大概挣多少钱，大家都心知肚明我那个时候就挣个50、60块钱就挣这么多钱。跟我岁数相同的人大概都是这钱，上下不会差10块钱。碰见一个人呢，有点钱比我们多少多一点花钱的时候就显得有钱。那我就问您做什么工作呀？这人跟我说没工作。我说你没工作，你钱哪来的？捡的。我说这捡钱是怎么回事说捡钱就是我自个儿的工作，本人以捡钱为生。你听着是个笑话吧？你怎么可能每天都捡到钱呢？他就有办法，他每天都能捡着钱。他跟我说，这捡钱呢是有路数的是有道的，不是你每个人都明白的。他捡多了以后呢，他就会知道在什么地方容易捡到钱。比如他跟我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那时候北京人最多的地方商业地段就是百货大楼，就是每天都进去百货大楼捡钱，没有一天空过手。我说你这捡钱，你百货大楼谁丢钱让你捡他说有人丢哪儿丢说卖糖果的地方老掉零钱，1分钱也捡1毛钱也捡，人不嫌少咱们地上看1分钱，你肯定不捡，你觉得你弯腰那价值都比1分钱大，对不对？你不捡，他捡。他说捡钱就是不论大钱小钱都得捡。还有哪儿钱多呀？厕所多厕所多，你听着新鲜吧？他还告诉你，女厕所比男厕所多。因为这女人事儿多上完厕所老是对着镜子描眉画眼拿出钱包来或怎么着掏个什么东西，把钱包就扔那儿了。所以他就是到女厕所那儿就敲门说有人没？你听里没人，推门一看，在那个台上一看没有就走了，一有就捡一钱包。
还有哪儿能捡钱啊？他说还有一地儿好，我不能告诉你，我告诉你怕你去捡。我说哎，我当时就非常的感兴趣，我就说，哎，这捡钱居然有规律，知道哪儿钱多？你知道哪儿钱多吗？你知道啊？我后来为这个事儿啊做过测试，我说，当一场电影散场的时候，人都呼泱呼泱的往外走嘛。有一个人翻身要进去，你觉得这人进去还有什么价值吗？他不是打扫卫生的。我们今天一散场，就肯定打扫卫生的保洁的人员就进去了，把它收拾干净，准备下一场，对不对？我们早期的电影院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电影院第一小啊，几十人都算大的了啊，有的电影院我看进去几个人，现在最大的电影院也就100-200人了吧。我们当年的电影院经常是1000人起步啊，2-3千人看一场电影正常的。散场的时候，那电影院轰的一下人全往外涌，他逆着人流就进去了。干嘛去了？你们这会儿明白了啊，捡钱包。所以当你们走出去的时候，他就一排一排的凳子测试，迅速走过，看看有没有掉下来的钱。这人就靠这个方法活着。我们从某一个角度上讲，这事儿不算太道德，但是不乏啊，它有一种思维的方式，就叫逆向思维。逆向思维我碰见过很多次啊，比如我当年去新疆啊，1984年，在阿克苏到阿拉尔的路上，荒无人烟啊，连路树都没有，就一条路通到天边。车开着开着，看前面有一个人徒步，背着一个3合板做的盒子，这么宽，1米长，这么薄，一打开全是卖眼镜的。你今天的年轻人是看不见了啊！30年前这背着这个3合板盒子到处卖眼镜的全是浙江人。然后我就很新鲜啊，就跟那个司机说停车停车。我说干嘛？我说跟这人说会儿话，我就跳下去了，跟这人说话。我说您这干嘛来？他说卖眼镜呢。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卖眼镜，这哪有人呢？你卖谁呀？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人那一句话说的就比我高，人上来就说，正因为没人来卖，我才来卖。所以他把那个当时啊质次价高的眼镜全部卖到新疆去，那个地方的交通闭塞，商业落后啊。那时候兴的蛤蟆镜，这个耷拉眼角那种蛤蟆镜啊，把那蛤蟆镜就卖到新疆去了，舍不得坐车，走着，我们开车都开好几个小时，走着到那儿以后呢，进到一个居民点，那一堆眼镜都能卖光。哎，人家思维就跟我们思维不一样啊。我们思维要是卖眼镜，一定说哪儿人多上哪儿去卖，他是哪儿人少往哪儿去卖。我在电视上还看过一个节目，看完那节目我非常的受感动啊。有一个江浙一个小裁缝，19岁，只身一人啊，所有的家当加起来就一缝纫机啊，奔了甘肃武威。到了武威，举目无亲啊，就是认识一个老头老太太，跟人家商量说，我能不能在你们家窗檐下支一个摊儿啊，我给人补衣服。那老头老太太说可以啊，你这么留着吧。他就开始给人家补衣服。补一件衣服收不了多少钱吧，然后补着补着就开始学着做衣服啊，给人做裁缝，给人缝制衣服。那么10年以后啊，这个小裁缝结婚生子，买下了当时呢这个城市的第一这个服装厂啊，是国企啊。那时候90年代很多国企都维持不下去给卖了。当时人就采访他，就说你为什么上这儿来呢？他说第一，这经济不发达，你看他也是逆向思维，发达的地儿他不去，竞争惨烈。第二呢，这个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对服装的要求极低，就是一开始就是补就没有好坏嘛，这破了补上去就完了，你给我钱我给你补好。后来手艺呢是在过程中学的，因为那个地方落后，所以对手艺的要求呢也没有发达地区那么严格，所以差不离了，这衣服就能卖。人就日积月累啊，最后娶妻生子，买下那个当地最大的一个服装厂。那么这些你仔细想啊，这些人的这个想法都跟我们常规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今天一想做生意，就先想哪儿人多，哪儿人少肯定不去啊，人少去干嘛去？
而且人家还有这样一个精神，叫什么呢？叫不畏小，对不对？卖一个眼镜能挣多少钱？给人补个衣服、补条裤子能挣多少钱？挣不了多少钱。但就是这个小啊，集腋成裘啊，聚沙成塔，最后发展成一个事业。还有一种呢，比这高点啊，叫用计谋发财。就想啊，用个什么样的计谋？我看到日本啊有这么一个案例。当年日本这个二战以后啊，日本二战以后你都知道，日本是战败国啊，面临着战争赔款，而且打仗打的国家非常穷了，每个人日子都没那么好过。有一个人呢，就开始做一个生意，这生意啊，咱听着都不叫生意，卖什么呢？卖绳子，卖绳子，各种绳子。上哪儿买去呢？跑日本的边远地区制造绳子的地方去买。买完了以后到哪儿去卖呢？到这个城市的商场啊，这个经销商那儿去卖。那么他多少钱买就多少钱卖，1分钱都不挣。你听这人有病吧？自己搭功夫啊，搭盘缠，什么都搭，就是不挣钱啊！我这一捆绳子100块钱买，我到那边就100块钱卖。日本人很有意思。他在这个买卖过程中呢，全部是凭单据的。比如我在你这儿，你买了多少绳子啊，下了单子买了，到那边卖了多少，也给人一单子，这单子他就留着。因为这个他这种做生意的方法，没有人能跟他竞争，因为你不挣钱，别人只要加钱就比你卖的贵嘛，所以没有人能跟他竞争，他就先把所有的市场都占领了。大概2、3年以后啊，这人呢就拿出了他的双方的单子，他给这个卖绳子的人说呢，你看啊，咱们做了2、3年的生意了，这张单子啊，你可以看到我1分钱都不挣，你能不能给我减1成钱，打19折卖给我？然后这个供应商一说，哟，这人是真够老实的，这么辛苦2、3年1分钱都不挣，那行，说以后我给你供货跟别人不一样，我减1成，给你打9折。哦，他又翻过头找买他的绳子的人说你看我卖你2、3年了，你看这单子，我是多少钱买多少钱卖，我1分钱都不挣，你能不能让我挣1成钱？那买绳子的这个销售方呢又说得了，说你也不容易，干了这么多年不挣钱，我给你加1成，这样两边各挤出1成，中间有20%的利润。这个人是后来日本卖绳子的大王啊，所有绳子让他垄断了，这就是有计谋啊，知道怎么去发这个财。我们今天这个计谋演化到比这更深刻，就是补贴，对吧？我们门口啊开那洗衣店啊，1块钱1件啊，还管送，给你运好了，给你送来，还带着衣服架子。我们的人都乌泱乌泱的去让他洗，一直把他洗倒闭了为止啊。这个还有北京的那个叫什么什么洗车啊，也不是几块钱洗回车啊，不过工钱，倒闭了吧？补贴不是一个办法。我们今天啊，新的创业方式大量的是补贴，有风险投资集团不停地往里注入资金，但是大部分都会死掉，因为它违反了经济规律。再给你讲一个计谋的事儿啊，东京啊是一个平地抠饼的城市啊，本身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这个乡村啊，连人都没有。那么当这个城市兴旺发达起来以后呢，它会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你知道城市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经常会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城市的垃圾的排泄。这个垃圾还不可怕，可怕的是排泄物啊。我们现在都是现代化的管道排污，早期城市都没这个，需要有人来掏粪，那么就专门有人来啊帮你掏粪。帮你掏粪不能白掏啊，你得给钱呐，你不给我钱我怎么给你掏啊？你这么臭。他把这个粪掏完了以后集中起来，卖到乡下去，卖到农村去，到农村呢卖给你。我不能把这粪扔在这儿啊！我们在化肥这个工业没有兴起的时候，粮食要增产就得靠肥料嘛。
农家肥嘛。那么你想这生意很有意思啊，我们的生意往往都是一头挣钱，这生意是两头挣钱。你想你找不着一生意，你做什么生意都是这头花钱那头卖钱，对不对？这头挣钱。他这生意这头你得给我钱，这头你也得给我钱，两头给钱的生意我还真想不出来有什么生意。所以在300-400年前，东京的首富就是这粪霸。我们过去想最好的生意叫流水全是利润，就是卖多少钱全是赚的，这是最好的生意。你像他这个呢，两头的流水都是利润。你今天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生意，我保你不是发小财，一定是发大财。那么这是用计谋。再有一条呢，就是另辟蹊径。我们觉得另辟蹊径很难，因为人的智力都是差不多的，谁和谁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啊。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很有意思，也是日本德岛县一个村里，这村呢偏僻这个年轻人都走了，这村里除了老头就是老太太，只能办养老院了。这个地方由于偏僻呢，没有任何污染，这里呢植物丰富，各种植物。日本呢这个气候很有意思它是岛国嘛，比较湿润，所以植物都长得好。那突然有一天，老太太们开窍了，老太太们开窍要卖树叶。卖树叶干嘛？我们想这树叶干嘛？你到日本去吃饭你就知道，日餐上各种树叶，漂亮之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树叶拿下来、摘下来、弄好、收拾好，最后卖到日本各地。据说日本各地的餐饮的80%的树叶都来自于这个地方，卖树叶发了大财，基本上也是流水全是利润，对吧？那树叶子长出来就摘完了就卖，你可不是流水都是利润吗？我们历史上中国人流水就是利润的，就是茶叶，茶叶也是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卖到欧洲去，至少300年我们赚了它大钱，把欧洲的银子全赚到我们国家。15世纪后从16世纪、17、18这300年呢，中国人呢把茶叶卖到欧洲赚了大钱。这茶叶就是白长出来的。今天在日本有一帮子老太太，一村里卖树叶子发财，这就叫另辟蹊径。还有发小财是依附于别人，别人发大财我就发小财，这个很有意思。典型的依附别人生存的这个案例就是美国旧金山淘金热的时候淘金热的时候，当时这个北美大量的人涌入了这个加州去淘金嘛。如果淘出来黄金就要发大财，那时候黄金很重要，黄金在历史上的地位比现在高很多。但是淘金有个风险，就是你有可能挖半天你淘不着啥，所以到那儿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是淘金的，有人是去卖铁锹的。你想想，人家都在淘金准备发大财，您就卖铁锹发这小财，有意思吗？还就真有意思。为什么？他100%能把这锹卖出去。所以淘金热下来，少数人发了大财，多数人没发财，而这个卖锹的一定是发了个小财依附别人的生存一定要动脑子，看依附在哪儿能够发一小财。我们说这些发财呢，都是一个思路的不同，从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过去的人跟今天的人想法都差不多，但是有时候就差这一点，一旦点破，一旦你进入这个状态，你可能就能发一个小财。过去我们看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说一个工厂一架机器特别大的机器坏了，怎么都修不好，找了很多人都修不好，最后请了一个人呢，说您给看看这机器。这人听了听，看了看，找了粉笔画了一个道，说把这儿拆开就能修好。说那得给您多少钱？那给我1万块钱吧。你说您画一道就给1万块钱，说画一道不值1万块，画一道就值1块钱，但知道在哪儿画道，9999块钱，这就是知识的价值。
但你怎么样能发这个财呢？就是你对这个机器的了解了如指掌。我生活中就碰到过这事儿啊，比如车坏了，打不着了，车坏了大部分都是打不着了，打电话叫紧急救援，一打电话，人说不用救援，你先点一下火让我们听听，你把电话搁到那个扩音，搁到那儿一点火，一声就灭了。我知道是那什么毛病了，你把哪儿一弄，哪儿一说，嘣儿，哎，车就修好了。人家就是能靠技术发财。如果那人说你给我多少钱，你现在通过支付宝马上送过来，我马上就给你修好，人一句话你就修好了，其实就是一小毛病。有时候啊，出了问题你觉得特别古怪，但对他来说不古怪。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就说车坏了，开出去没多远就开不动了，怎么都不成，是吧？最后又叫人有什么去了，到那儿一看，那人看完了，到那儿坐在车上还没点呢，就说您这车没毛病，就是没油了。你们自个儿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你的车这个发动不着了是什么问题，最基本的你要看一下油表啊，没看不知道，所以这种没知识。知识转化成财富呢，有很多时候可以靠点子去发财。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策划公司啊，就是靠出点子发财嘛。有过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这是多年以前的。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啊，这牙膏都统一大小，都这么大，这么粗啊。现在的牙膏大的小的都有，有的大牙膏真够粗的。我们家买那大牙膏半年都使不完啊。有一个牌子的牙膏啊，一直在增长，若干年以后呢，就停止了增长。停止了增长以后呢，就着急呀，说我这个怎么能让企业再增长呢？这时候来一人，说我有办法让你增长，但是你得给我钱。人说我给你钱，万一不增长呢？说不增长我把钱退你，咱可以立合同。说我保证让你的牙膏的销售增长10%，啊，如果做不到，我不要你钱，但是我做得到，你给我10万美金。但人家不相信，说你有什么招能让我这个多卖10%的牙膏啊？合同签了，把钱付了。他说啊，你把那牙膏的那个口啊扩大1毫米，1毫米啊，径1周3啊，直径大1，周圈就大3，那个顿时口就粗了。口一粗呢，牙膏就挤得多了，挤出这多出10%的牙膏，你是没感觉的。你的牙膏这一桶牙膏使30天还是使27天，你是记不住的。没有人认为我这牙膏因为口大了，我得挤短一点，不是。这牙膏每个人挤的是有习惯的。你比如有的人仔细啊，挤黄豆那么大一个，不是每天就挤那么多。有的人夸张，就挤过来弯一个圈过去。那么如果你这个牙膏的口大1个毫米，你挤出的量都不止10%，所以你不自主的情况下，牙膏就挤多了。那么挤多了呢，你如果使这个牌子啊，你到时间就去买，所以这个牙膏就果不其然的啊，销量提升，这人就凭出这点子挣了10万美。这10万美今天也算一笔小财了吧。我们讲了很多发财的思路啊，还有的思路呢没跟你们讲，你们听着都觉得很神奇。你比如凭记忆力就能够发财，我年轻的时候就凭记忆力就发过财，很多人不相信。我可以给你讲一个例子。当年刚改革开放啊，经济起飞以后呢，有点闲钱了，大家开始注重这些珠宝古玩。北京有一家国有的啊大的这个珠宝公司，这公司今天都倒闭了啊，主要不好好经营都倒闭了。当年呢，这种公司里的珠宝特别多，都是早几十年仨瓜俩枣钱收来的，东西都便宜。当时有几个海外的这个珠宝商跑到北京来，因为我比较了解古董，但珠宝我也不是很了解，我不喜欢那东西。他们来了就让我就说您能不能帮我去找那某那珠宝厂去？我说可以啊，就在哪儿，我带你去呗。我说我也不认得他们，我说我只是认得路，我就带着他们就去了。一进门到那厂里啊，过去那厂里先是进传达室啊，门口有传达室啊，登个记，说找谁呀？找业务科，谁也不认得，找业务科。
门口说：“大爷，您贵姓啊？”大爷说：“姓张啊，张大爷啊。”说：“这麻烦您了啊，嘴得甜。”进屋了，就开始往里走。一会儿走，又碰见一个，说：“大姐，往哪儿？上业务科怎么走啊？”大姐说：“往里走。”然后拐俩弯就到了。说：“大姐，您贵姓啊？”姓李，记住了。再往前走，一推门进去了，说：“这个师傅，您贵姓啊？”说：“姓赵，赵师傅。”说：“这个业务科谁负责呀？”说：“李科长。”去了，进屋跟这个说话，跟那个聊天，挨个问，挨个叫，嘴巴要甜。看了一圈，买了点小东西就出来了。半个月后，人东西卖了，又翻过来说：“这东西好卖，挣钱了。”说：“你能不能咱们再去一趟？”我说：“能去。”一进门就是张大爷，就先喊啊，张大爷，李大姐，然后李科长，赵师傅，十几20个人没一个人喊错，全都记住姓名。你知道啊，每个人都有这种在社会中寻求亲近的感觉。你去过一次的人，你能够记住别人的姓，能够准确的呼出来，不打磕巴，这就是凭记忆力。怎么发大财？就下面这一步。去了以后看完人东西，说这东西不行，没看上，没看上，马上李大姐就说：“哎，咱那柜子里东西拿来给人看看。”然后那个有的人说：“那东西都是搁了多少年的宝贝了，宝贝拿出来给人看看。”赵师傅说：“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啊，就每个人都帮你说话，为什么呢？你呼出他的姓来了，你尊重了他。结果呢，他们就把那柜子打开，保险柜打开，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那时候那个厂房都比较破，那种北京老房子破破烂烂的啊，屋里也不怎么亮。说挪过来，挪过来，挪到窗根底下，把那个白布一铺，把里头那种翡翠啊、碧玺拿出来。你知道这个啊，翡翠有多绿，咱就不形容了啊，就是你脸过去，脸都是绿的啊。那么碧玺，你知道碧玺最粉红色的叫什么呢？叫双桃红，全是顶级珠宝，拿出来摊一桌子，卖多少钱？那东西净临时标价，很有意思啊。过去跟现在不一样，那现在价钱都是胡喊，高喊一口，那就是定一个，说这东西不错啊。看着我们说800吧，800吧。我说800贵了，贵了。然后师傅们全替你说话，没有一个人不替你说话。谁要不替你说话，旁边有人瞪他，说人家都挺不容易的啊，赶紧吧，说给人减200，600，就嘁哩喀喳把这国宝就全给卖了。这就是出了门那东西就不是这钱了，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都被那帮商人发了财。但是我是凭记忆力，从头到尾啊，这些师傅们一个都不能叫错，你叫错一个人，这人就说你坏话。你比如你把李科长叫成张科长，李科长说这东西不能卖啊，给你看看得了，收去了吧。对，这东西没了，对不对？你卖不成了。所以我告诉你，凭记忆力也是能够发财的。这些都是发小财，咱先不说发大财啊。发大财那都是过去的事儿，都是别人的事儿啊。发小财可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所以我们必须要总结一下啊，怎么发小财？第一，你要有逆向思维啊，有跟与众不同的另辟蹊径，对不对？你还能够持之以恒，你还不能为这生意小，你还要比别人多想一层。我们讲完发大财，再讲发小财，好像听着不如发大财那么提气，但是只有发小财的事儿跟你最为贴谱。他在买艺术品上一掷千金。美国富翁是有这个特点的啊，美国著名的富翁都留下不同程度的艺术品和建筑物，比如卡内基投过很多图书馆，是吧？比如洛克菲勒啊，我们都知道石油大王啊，今天有2所美国的顶尖大学呢，都是他创办的，一个是芝加哥大学，一个是洛克菲勒大学，都是他创办的啊。那么今天你到纽约去，到处都可以看到洛克菲勒家族出资的建立的地标啊，你比如联合国总部啊大楼啊，洛克菲勒中心，然后你去到这个美国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的时候，你注意墙上经常有一些铜的标牌，告诉你有多少人捐过钱。美国富翁有这样一个文化，尽管啊过去英国人啊以英国人为首的
外国人都看不起美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但是美国人在100多年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大量的富翁呢愿意捐钱。比如我提一个人这个人呢，我问过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我当时很纳闷，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叫王安中国名字三横王，安全的安，这名字很好记。他是美国人，他生于1920年，1990年7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生在哪儿呢？生在上海，他是江苏人那么他是一个发明家和富翁40年的时候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45年呢就赴美留学。那么48年的时候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物理学的一个博士。51年呢就创作了自己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非常有名，就叫王安实验室。后来呢他就成为了电脑大王。你们今天在键盘上敲击的这个电脑跟他有直接关系。1986年他曾经获过美国总统的自由勋章。1988年的时候还登上过这个美国发明名家的这个发明家的名人堂但是他今天我问了很多人，无人知晓，他只是捐献的3个图书馆还留在世上。你知道当时的他的在电脑中的地位远在比尔盖茨之上如果王安在不走错路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知道的最强大的电脑公司一定是王安的公司。你想想一个人如果你发了财，我们就是按照老百姓的一般的说法，就是你发财了你不去做文化的事儿，如果你在文化上没有建树，一旦你过世事过境迁，就没人记得你了。所以美国富翁历史上有名的富翁能够被我们今天的人熟知和记住的，都是因为他在文化上做了事儿。不管你是做大学、做图书馆，你还是做艺术馆、做美术馆、做博物馆，一定是要向文化致敬，向文化靠拢。盖迪呢，他有那么多钱，很多人好奇说他怎么发的家呢？他爹有点钱1930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30年很久远了，距离现在我们算一算有80多年了盖迪的父亲死了以后，给他留了50万美金。1930年的50万美金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么在这之后的20年呢，他就利用这50万块钱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一桶金，我们第一桶金一般都是自个儿去捞的但是他这第一桶金是爹给的。在这后来的20年，从1930年到1950年呢，他在股市和石油界呢不断的投资扩张，一直到了1953年科威特这个机会来了。他在科威特边境打井成功迅速就积累了石油。你知道那时候全世界依赖的这个能源就是石油，所以他用了很短的时间，不到3年就积累了10亿美元，成为了美国首富。你今天说有10亿美元不新鲜，中国现在好多人都有10亿美元但是你知道在60年前10亿美元的那个当量级，那时候10亿美元比如我们换算成艺术品，那就今天卖上亿的艺术品，当时可能就几百美金。所以那个时候的10亿美元让这个保罗·盖蒂连续20年保持了美国首富的地位，一直到阿拉伯国家把石油收回国有，多少有点赖皮把石油收回了国有，才让他的财富的爆发之路呢止步。那么这么富有的一个盖蒂他的家族比较庞大，他结过很多婚嘛，生过孩子嘛，生过很多孩子所以他的家族的庞大就躲不了一个魔咒就是富不过3代。所以有人说他坐拥金钱世界也买不到幸福所以我们老说粗茶淡饭过一个平常百姓的日子是一种幸福。那么他的长子呢
就是由于压力太大。什么叫压力大？有钱就有压力，没钱的人都说我没压力，我没钱啊，有钱我也不会有压力。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对应你能控制的钱，比如你觉得我的能力不错，我能控制100万块钱。所谓控制，就是你能让这个钱再生出钱来啊。你说我会花钱呢，不叫控制啊，那叫你控制不住啊。如果你说我有100万钱的控制能力，我拿100万，我可以让它增长，那算你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你说那我可以放大10倍，1000万，再放大10倍，1个亿。一个人，我们说一个没有经验的人，1个亿的现金，他绝对会出问题啊。这就是说他控制不了。每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当他控制不了的时候，压力就会变得非常大，那么他就有可能选择另一种方式。所以，这个保罗·盖蒂的长子呢，就选择了自杀啊。那我想，他可能算抑郁症的一种吧。那么每个富翁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继承，所以这个继承的重任就落在了次子身上。这个由于长子自杀呢，这个次子就比较受到娇宠啊，所以这个次子就染上了一个恶习，吸食毒品。我曾经跟很多年轻人，包括跟儿子都说过啊，儿子当年一个人只身出国，我跟他说，人生有2件事绝对不能碰啊，这2件事一定使你不幸福，绝对不可能使你幸福。今天我可以跟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人说啊，这2件事很简单，一个毒，一个赌。吸食毒品的人绝对没有好下场，赌博绝对没有好下场。所以这2件事人一生中绝对不能沾啊！你沾了这2件事，你的生活一定就变得不幸福啊！不管你有多少钱支撑这件事。对于保罗·盖蒂来说呢，更大的这个问题发生在后面啊，就是他这个你知道这个男人是这样，他如果有第2次婚姻的时候，第2任婚姻容易放纵啊，因为第1任呢都是一种原配啊，我们过去讲原配夫人，如果他在后面还有连续几任妻子呢，他反而变得比较轻松，因为他觉得这就跟换一件衣服一样的自如。第2任的妻子很容易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娇宠，所以他的孩子就变得就是无人能管，是吧？最终呢就被绑架。这个绑架就是电影中呢所看到的，就是他的孙子被绑架以后呢，绑架了多长时间呢？被囚禁了6个月。为什么6个月呢？是因为这个筹码谈不成嘛。那么在这个6个月的囚禁中，因为老拿不到钱呢，就为了吓唬老盖蒂就把他这个孙子的耳朵割了一个，寄了回来啊。所以呢，在这样的重压下，保罗·盖蒂呢就是经过反复的谈判，最终呢，这个赎回了他这个孙子，给了大概是300万块钱，300万美元。那么这跟他一开始要的钱呢，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也是很大的一笔数额。这个孙子回来以后呢，这孙子确实很孙子还是继续滥用毒品。81年就中风，中风以后呢，就是局部失明然后严重的语言障碍最后在轮椅中度过了残生。那么你想，保罗·盖蒂还是很不幸的。那么第3个儿子呢，是他家族中呢最兢兢业业的人即便如此呢，也没躲过盖蒂家族与丑闻的这种，就没躲过这个厄运。他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盖蒂家族最值得尊敬的一个慈善家他在当地在旧金山呢这个是个慈善家，但是他对歌剧你看多雅呀，有钱呢。过去喜欢歌剧的人都是上流社会对酒呢都情有独钟。那么在1999年呢，人们就发现呢，他在他还有外头还有一个密室，有个外室，秘密的外室他与妻子呢有4名子女但是他跟那个女人呢还有3个女儿所以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其实美国社会很严谨的，尤其在几十年前我们现在全社会
啊，不管是美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都对这些事儿比较宽容，但是在几十年前没有现在这么宽容，所以人们对他的看法呢就一落千丈。有钱人的教育啊，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比这个没钱人的教育要难，所以呢，人性之恶啊，在金钱面前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所以《金钱世界》这个电影中呢，就有盖蒂的这样的名言啊，或者说是他一句台词。他说：“成为有钱人啊是个容易的事儿啊，做个有钱人很难。”这话说的很有意思吧？你们再好好体会一下。所有有巨额财产的人都一定有财产带来的烦恼啊。所以盖蒂呢，因为他有钱呢，他就更加喜欢东西。他说美的东西呢是一种纯粹的东西啊，它表里如一，不会让人失望。他说人身上就没有。哎，他这说的我想想有道理哈，就是一件艺术品，它真的是表里如一啊。你外表上欣赏它这个美，它内在的美呢是文化的一个积累。但人不是这样，人可能这个人看得很漂亮啊。我们在社会上、生活中、新闻媒体中得到了大量的各类的信息啊，一个很漂亮的人可能有一个很恶毒的心。所以盖蒂呢，在他一生中呢，就追求要盖一座盖蒂博物馆。盖蒂干博物馆呢，还真不是心血来潮啊，他读了很多有关艺术和这个艺术史的书，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这个艺廊，他认为不够啊，他这些都做了以后，他认为都不够，所以他就专门向一些专家啊，这个去咨询、请教。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在美国的时候碰到过啊。美国有很多大藏家都有著名的经纪人，他每年给他发工资啊，给他相当一笔钱，然后在重大决策的时候要请教他们。这一点跟中国的收藏家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企业收藏家往往都是刚愎自用，都认为自己有眼光啊，自己不就看吗？我看着好看就行了啊，我觉得值钱就行了。但是美国的所有成功的企业收藏家啊，收藏的成果都是有专业的人员的把关的，而我们往往都是企业家自己就决定了这个事情，他也不愿意花钱去专业人员为他服务。这是文化的不同，我们跟美国文化之间有这样一个差异，就是我们对无形资产的重视远远的低于对有形资产的重视。那么盖蒂在这个收藏艺术品的这个道路上呢，就是这个经过反复的筛选，他只收5类艺术品，它比较纯粹。第一类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大理石这个雕刻啊、雕塑啊、铜器啊、镶嵌品、壁画等等，都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第二呢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这个不用问，我们都清楚，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啊，稍微有点名头的人，那都价格不菲，对吧？第三呢，他喜欢16世纪的波斯地毯啊，波斯地毯织起来非常的复杂，比织我们的这种传统的地毯呢要难很多，而且图案极为细腻。那么我们提一下他的著名的藏品吧。我们都知道，就是一说莫奈、梵高、提香、伦勃朗啊，这些作品他都有。比如梵高的鸢尾花呢，是他最著名的一幅藏品。什么时候买的呢？他都去世了，这事儿很新鲜啊。我们都认为，哟，这么大一藏家怎么去世还买东西？对，他留下了很多钱给盖蒂博物馆。盖蒂博物馆呢，是有人替他这个管理这部分财产，每年还在升值，还在他的遗嘱项下可以拿出钱来去买艺术品。当然，他有一套流程，得有专家允许。1987年，保罗·盖蒂的博物馆以5390万美元的价格，打破了梵高画作的这个记录啊，成为当时世界艺术品的最高世界纪录。30多年前啊，5390万美金比现在你花2、3亿美金买张画要贵很多。那时候这5000多万美金，如果买中国艺术品，我觉得就用2个字
可以解释叫席卷啊。那时候你要拿这个钱买中国艺术品，可以把当年世界上所有的中国艺术品一股脑买光。87年的时候，中国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价格非常便宜。那么它还有什么塞尚的画、马奈的画啊，这个美国最好的伦勃朗的画呢，都在该地博物馆。它还有世界上最好的摄影收藏。那么该地博物馆在1974年就开始有了，他活着的他晚年就开始在这个建设了啊。然后呢，到了82年呢，这座博物馆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博物馆，当时呢有12亿美金。1982年啊，1982年12亿美金是什么概念？我告诉你，1982年全中国外汇储备也没有12亿美金，全中国。1997年呢，博物馆就搬在了现在的这个地址啊，现在的地址，那么原来的那个地方呢，就改名叫该地别墅啊。它现在有2个部分，一个是该地别墅，一个是该地博物馆。那么该地博物馆呢，这个是97年啊正式开放。我大概就是在将近20年前，那说起来就是它开放的那会儿啊，我去了。它位于呢圣莫尼卡山脉上的一个海拔不太高881英尺的一个山崖上，它有个断崖啊，它把那个建筑物建在山顶上，它山下呢有个停车场，那停车场巨大，他觉得把停车场建山上呢难看，所以他在山下建了一个停车场，然后在山上和山下之间呢修了一个铁轨啊，一个铁轨呢有个小火车。你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呢，都坐小火车呢，几分钟上去啊。这火车是对开的，有上去有下来，所以很方便。我当时知道该地博物馆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才40几岁啊，非常羡慕，就去看。第一天去看的时候呢，结果关门，我就特扫兴。我为什么后来做博物馆全年开放，跟我第一次撞钉子有关。我觉得一个人啊，远隔着千山万水跑到一个地方去看一个博物馆，突然不开门，你心里就很沮丧。幸亏我的时间是我自个儿安排，所以我就说，那我再逗留1天，第2天再去。所以呢，第1天没看成，就开到他停车场。当时我错以为他那个停车场就是该地博物馆。那么第2天我去的时候才发现，我以为的那个该地博物馆只不过是一个停车场，你把车停在那儿，然后你就坐他的那个小火车上山。那么上山有多漂亮呢？我很难形容啊。大家有机会去洛杉矶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因为这个博物馆是免费的啊。如果你心疼门票钱，我告诉你它是免费的。上面建筑呢很现代化啊，就是。当然我去的时候呢，我就想，哎，该地这人有意思，我得看看他啥样。我想一定有他的资料，找了半天没找着啊，就一问说那不是在那儿呢吗？我一看，哦，在那儿。我为什么没找着呢？是因为按照我们过去的认知啊，这样一座博物馆的创建人一定有一个比较大的雕像，或者搁在一个基座上半身像，搁在大厅正中，或者做一个硕大的这个全身像站在这个庭院里啊，他都没有，他就做了一个标准大，据说跟他身高一边大的一个铜像站在地上，底下写着保罗该地哪年生哪年死，很简单，什么介绍文字都没有。当时我站在他跟前，跟他是平视的啊，我看着他，我心里有一番非常强烈的感受。我说这样一个富翁啊，做这样一个博物馆，把一生的主要的财富都扔在这个博物馆上哈，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他并不想炫耀啊，他这种思想很像我们过去古人的思想。我们古人过去都是这样，你越有财富，越不应该炫耀啊，不是说你不希望别人知道你有钱，而是不应该拿钱这个事儿作为自己身上的一个筹码。该地呢，就站在一个静静的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它不显眼，不代表你不对它充满敬意。如果它高高在上，在一个大基座上，你抬头看一眼，你是仰视看它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人呢没有更深刻的认知。但是他站在地上跟你平视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们之间是有某一种情感是可以沟通的。所以该地博物馆呢，尽管里头没有任何中国文物，乃至没有东方文物，我依然在里头逗留了很久。上面还能吃饭，餐厅非常好啊，在上面俯瞰整个洛杉矶，是一个难得的人文景观。我离去该地博物馆也有小20年了，我都想什么时候我再去洛杉矶的时候，一定要再去光临这家博物馆，向该地致敬。那么该地啊，盖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博物馆呢，他的第3个儿子葛登呢，是他唯一的一个受托人，就是说遗产由他来处理嘛。但是你知道哈，这个富二代啊，有很多时候呢，对自己祖辈所创下的这个产业没兴趣。首先，他对石油事业就没兴趣。你说弄这一桶一桶的石油有啥意思啊？我碰到很多国内的富二代，都对他父辈的这个产业没有兴趣。我们别说他什么产业，我一说什么产业，你就知道我在说谁啊。他觉得，他说我爹弄这事儿什么弄这没意思啊。他因为生活状态好，用他爹的钱读了大学，出国旅游，开放了眼界，觉得兢兢业业做这样一个基础的事业呢没意思，不如搞一些什么呢？搞一些文学呀，搞一些电影啊，搞一些艺术啊，我又有钱，我又不在乎啊，所以很喜欢干一些很虚的事业，就比如投资电影啊，做金融投资啊，就喜欢做这种事儿。所以对自己家族的传统产业没有兴趣。那么，这个保罗·该地的这个儿子葛登·该地呢，就是这样。他也是热衷于文学和电影，说白了，他也是一个有钱的文青啊，他就是一个文青。他爹去世以后啊，他变着法儿的把该地石油公司呢以100多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另外一家石油公司。他这个动作啊饱受争议，人都说这就是败家子儿啊。那么由于家族大啊，你像家族产业你被卖了，那你肯定就引起各种官司啊，所以活得一点都不愉快。那么葛登呢？就是卖完了这个石油公司啊，惹了官司以后呢还不算，然后到了1985年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家族信托啊给解锁了、撬开了。什么意思呢？这个信托呀是理财的一种方式啊。当你不能有办法自我控制这份财产的时候，你就给一个信托公司。当时呢，这个保罗·该地呢，他有40亿美金啊。想起来就是30多年前的40亿美金，非常多呢，就是让这儿子管。这儿子呢就使用了各种法律手段。第一个法律手段呢，就要损失10亿美金，他在所不惜啊。这钱不是他的，是他爹创下的财富，所以把这个10亿美元先交了税，然后这钱就可以分了嘛。所以他就跟他自己和他的哥哥。这个还有乔治的女儿等等，就家族一大堆人。那乔治有3女儿呢，一共就3方就分了这个钱了，每个人分了大概有7亿5美金。但其中啊，有一个人呢，这个是跟他们家族比较远的人呢，每年才分3000美金，没啥钱，所以分得非常的不公平。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啊，他家族当时有人测算有24个家族成员，大概有50亿美金就这么完全给拆分了。你想想，这话就应了中国的老话了，叫富不过3代，钱是白来的啊，只要能分到我兜里，有钱能够花，我不管未来。从某种角度上讲啊，这个保罗·该地的这个设计是错误的。如果当年他把这部分钱全都买了艺术品，那今天我认为去该地中心啊，就是该地博物馆去的这个参观者和游客会非常非常的多。我们站在世俗的角度去看保罗·该地这样一个人呢，他是很传奇啊，很吝啬。这个你想想，这么大的富翁，你到他们家打电话都要投币啊，都要自个儿花钱，你想他有多么吝啬？但是他在艺术品的
这个收藏上啊，一掷千金，丝毫不吝啬啊。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啊，看保罗·盖蒂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对艺术极度大方的人，他对艺术怀着一种挚爱。一个没有挚爱的人是不可能做这样一个博物馆，也不可能投入如此之大的资金。今天啊，有机会去美国洛杉矶的时候啊，这个一定要抽出半天时间去保罗·盖蒂的这个艺术中心看一看。我们讲了，保罗·盖蒂的艺术中心中没有东方艺术品